好，大家好，这里是莫娜。那么咱们也是在泉州开了一家线下店啊，所以说五一的时候是比较忙。那么五一之后也是紧赶慢赶的把阳历之间的测评给赶出来了。那么先给大家快速的展示一下这个盒子啊。那么盒子内核的话，还有一个背景板啊，上面是一个阳历之间的线稿，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说明书，然后以及各种的板件啊。那么大大小小的板件确实是很多啊，一张图片放不下。我这边就是按照颜色给大家分类进行一个展示。板件数量的话，算上地台，算上所有的透明件，一共是43块板件，板件数量还是蛮多的。那么板件方面，首先比较有特点的是这板软胶啊，手型跟这个动力管都是软胶的，手型给的是一体手型，不是拼装的，软胶比较软，目前的话没有出油以及破损的现象。然后还有一板预涂装的亮银色的一个板件，整体的这个漆面效果还是可以的。而透明件的话，这边是有一个荧光绿的一个透明件，上面还有一些蜂窝的细节。然后还有一板的话，就是一个水蓝色的一个透明件了。其他颜色的板件，我这边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大家不想看这一段的话，也可以直接拉一下进度条，跳到后面一段。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水碟上发现，也有一个暴君的字样。那么这个暴君呢，其实有两种含义吧，一个是代表它的元气色，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的它现在这个阳帝。阳帝的话，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暴君，属于是一语双关了。上面附带的这个合金骨架，也就是铁骨，采用的是一个稀疏的包装。那么同时啊，这次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于水平仪的东西，我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插入栓啊，就是可以用来插入在这个铠甲里面的。那么铁骨简单组装起来就是大概这个样子了，通体还是 POM 件加合金件的一个搭配嘛，整体重量还是十分可观的。不过我这个手臂上是有一个小中奖，就是它这个左右手臂的话有一个零件是安反了。不过我在拼装完之后才发现它反了，所以说我后面也是没有改正。而工作室那边也是表明了大货是会直接修复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么装上外甲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老样子，咱们先说阻合度。首先，本体的阻合度是完全 OK 的，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铁骨会比较紧，所以说在安装铁骨的那一块的话，可能需要稍微用点力。然后就是背包，背包的整体阻合度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软管的原因，它的软管是由背包和主体中间相连的，所以说连接背包的这个孔洞是很难插进去，因为软管是比较软的嘛。建议这边的话是适当的扩一下孔，然后再将这个软管摁进去，这样会比较方便。外观方面的话，头部是采用了一个不对称的设计，然后同时两个大肩胛。最吸睛的话，应该就是它这个背后这个大背包了。很可惜啊，这个背包跟主体是相连的，因为有这个软管的连接嘛，是没法直接拆下来的，这点是比较可惜的。而腿部这边的腿甲是比较大的，这一点的造型其实也是蛮符合 EOC 那个时候的一个设计了。它的脚掌设计的也是比较大的，再同时加上它这个铁骨的重量加持，就是说站立的时候还是比较稳的。那么本次模型的高度的话，大约是到头顶大约是在21厘米左右，如果算上翅膀的话，那大约就在27厘米左右了。这边也可以拿出咱们的牛牛来进行一个对比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者的高度。那么重量方面不用想了，因为有铁骨，所以说它的重量是很惊人的，2斤多的重量啊，所以说把玩的时候还是蛮坠手的。那么前面说到的这个软胶动力管啊，首先是这个胳膊处有一个随着活动可以进行拉伸的一个软管，接着就是背包处用来连接主体的，以及头部后面的2根软管。键眼束可以打开，里面也是有一个内构细节的。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驾驶舱的细节，大家可以看啊，随着这个黑色零件拉出，驾驶舱会随着联动一起出来。这个驾驶舱的联动体验感很好。而驾驶舱的小人看不清楚没关系啊，它额外多给了一个，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拿在手上把玩，不用盯着驾驶舱看了。燃料棒方向的话，这边展开也是有一个联动机构的。而推进器上方随着拉开也会有一处联动的展开机构，当然这处联动机构的话不像底下的这个燃料棒，这个需要手动复原的。而在手臂臂甲这边，我们将这2层展开之后，再将这个灰色零件向上拉出，就可以看到里面这个插入栓了。
其实就是一个水平仪一样，里面是有液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同样这个水平仪另一侧也是有的，包括腿部这边也是有一个这个插入栓，直接插进去的。那么这个插入栓的玩法的话，是今年我拼到过的模型里面比较新颖的一种类型了。那么接下来就来到可动方面，头部的抬头跟低头的幅度稍微偏小一点，左右转头的话幅度都是很不错的。手臂这边除开肩胛以外，小臂这边有单独的前后的一段可动。因为肩胛是直接连接主体，并且有这个软管的连接，所以说前后的幅度并不算大，平抬幅度能达到90度。小臂这边也有单独的2段旋转，整个肩胛也有一定的上下的幅度，同时这个手臂也是可以直接外拉出来的，外拉之后增加的前进范围十分可观。腰部弯腰依靠胯部这边向前位移的一个零件，所以说弯腰的幅度还算不错，但是向后的幅度会偏小一些，侧腰幅度大概是这样子。腰部旋转依靠的是胯部与腰部的连接，旋转的话会因为两边这个裙甲的原因会受到一定的干涉。两侧的裙甲这边其实是直接安装在这个腿上的，是用通过球关的方式连接的，所以说它并不是安装在胯部的。中间的前裙甲的话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而侧裙甲内侧这边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剑柄，我们可以将其拿出，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选择安装上这个对应的这个激光剑的特效键，同时它还附带了一个劈砍的一个特效键，同时这边还附带了一根铁丝。铁丝的话可以用来连接这个剑柄，而铁丝的另一端可以连接在这个裙甲这边的孔洞里面。因为裙甲的干涉很小，所以说这个腿部的可动范围就十分惊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前后踢。平台的话，因为有裙甲的原因，所以说范围会比较小一点。大腿旋转的话也是可以实现的，腿部弯曲幅度大约在120、130度的样子。同时这边是有一个小联动啊，大家可以看它这边后方这个灰色小零件是会随着弯曲进行一个避让的。如果你担心腿部强度问题的话，这边也是提供了合金件，可以直接安装在腿部连接胯部的装位上。脚部这边灰色零件有一定的可动范围，在脚部进行位移的时候，它会进行避让，所以说可动范围还算不错。左右侧摆的幅度大概是这样子。整个脚也能进行一定的左右旋转。机翼这边的话，采用的是多段的连接，可以调整角度。推进器这边因为连接了这个软管，所以说调整角度的时候，这个软管也会进行一个形变，这点做的还是蛮不错的。手型方面配备的是一体软胶手型，这点还是比较少见的。首先有握拳手，一个开掌手，还有一个是握枪的手型，以及握剑的手型。武器配备了一杆火炮，这个火炮的话也是采用了一个不对称的设计，底下有展开机构，用来连接手臂使用的。这边安装的话，直接将手型提前安装上去，然后臂甲这边的白色零件取下，露出孔洞，然后再将整个手型连接在这个球关上，并且将底下这个展开机构卡在这个孔洞里面就可以了。因为用了卡扣卡在这个臂甲的孔洞上，所以说握持的时候还是比较稳的，不用担心这个枪太重而握不稳。同样附属的还有一面盾牌，盾牌上面这个黑色零件是可以动的，后面用来连接的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球关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特效键，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盾牌上。当然，安装完之后的尺寸就十分巨大了。佩戴方面采用了3个可以调节的地方，首先是上面的角度调节以及高度调节，同时整个支架也可以进行一个角度调节。这个支架说实话还是不错的，整体为一个紫色。连接键的话直接安装在上面，助推的连接点在胯部的底下。同样，如果你不想连接地台，也可以用这个没有孔洞的替换键来遮盖这个孔洞。那么以上就是本次测评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实话，这款阳地之剑是今年25年的话是给我带来最新奇的一款设计了。它的整个设计会跟现在的国模区别很大，同时它里面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心思。这个驾驶舱的展开以及这个动力管的运用，我觉得都是很不错、很新颖的设计。包括它这个背包的这个联动展开，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设计。当然，它的外观的话，可能不像现在的很多国模做的会比较帅气，它的外观是独具一格的，所以说比较挑人。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外观，并且觉得这个设计很不错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入手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制作师命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